高甜而不腻，甜度高危。张凌赫一个眼神，赵姬麦秒沦陷。一声闷响，唤醒青春的隐喻。那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课堂，阳光斜斜地照在黑板上，粉笔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。忽然，一张椅子被轻轻抽走，发出沉闷的咚声。他的重心瞬间失去依托，微微踉跄了一下，眼里的慌张和嘴角的僵硬，像是每个人第一次在青春里失衡的缩影。赵姬麦的眼神在这一刻亮了，不是因为要表演慌张，而是那种真切的惊讶和不知所措，让人想起自己曾经的慌乱，暗恋被点名，第一场辩论赛的心跳，或者是第一次主动递出去的便条。张凌赫在旁边并没有急着伸手扶他，而是用克制的目光守在他的世界边缘。这种靠近却不打扰的节奏，比任何突兀的甜蜜都更让人心动。回到90年代的温度，那是一个传呼机会响，磁带需要倒带的年代。街角的小卖部里，玻璃柜陈列着五颜六色的泡泡糖和小铁皮陀螺，黄昏的风带着油炸小吃的香味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近，近到一个眼神就能传递意思。赵姬麦和张凌赫的互动被放进这样的时代背景中，更显得真诚和自然。没有复杂的社交媒体滤镜，只有一条条走过的巷子，一次次并肩回家的路。观众看着他们，就像重新捡回了被尘封的青春底片。他是太阳，他是北极星。他的情绪明亮而坦荡，像一束能照进别人心里的阳光。他沉稳而寡言，却像夜空中不动的北极星，始终守着方向。赵姬麦的笑会在张凌赫的眼底留下一道光痕，而张凌赫的沉默也会因为他的出现而悄悄生出暖意。这种互补让甜不再是糖纸包裹的空洞，而是两颗心在对的频率上相互回应的结果。稚气与成熟的临界线。赵姬麦的表演迷人之处在于他能自由切换稚气与成熟。当他抿嘴偷笑时，你会觉得他像个刚学会守秘密的小女孩，但当他眼神坚定地说出一句我可以的时候，又像个已经懂得承担的成年人。这种瞬间的转换，就像青春里的一道分水岭，让人看得既心疼又欣慰。克制的温度。张凌赫演绎的少年拥有一种罕见的冷暖共生。他的冷不是疏离，而是分寸感；他的暖不是热烈，而是细水长流的关怀。他会在走廊的风吹来时默默站在他的前面，会在夜色沉下时把外套搭在他的椅背上。他的存在让观众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喜欢是给对方呼吸的空间，而不是紧紧抓住不放。那一排靠窗的位置，阳光总是最先落在靠窗的那一排课桌上。有人在发呆，有人在纸上涂鸦，有人悄悄望向操场的方向。我们在他们的故事里看见了自己曾经的身影，那种既期待又害怕的眼神，那种想靠近又不知如何开口的笨拙。这是属于校园的共同记忆，也是属于青春的温柔印记。沉默的对白。镜头中有很多没有配乐的片段，只有呼吸声、脚步声、粉笔擦过黑板的声音。在这些沉默里，情绪反而更清晰。赵姬麦的一个眼神，张凌赫的一个停顿，就足以让观众读到他们心里的波澜。沉默在这里成为了比台词更长的对白。90后的心弦。很多90后看着他们的故事时，会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不是因为剧情刻意煽情，而是那些细节，课桌上的刻痕，雨天踩在操场上的水花，晚自习后的自行车铃声，轻轻拨动了他们的记忆。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共鸣，让人想起自己当年那个想被看见，也想去看见别人的自己。错过与靠近的节奏。青春就是一场关于距离的游戏，你走近一步，他后退一步，你以为失之交臂，却又在下一次转身时重新遇见。错过让人学会珍惜，靠近让人学会分寸。赵姬麦与张凌赫在这样的节奏中，把故事走得细腻又耐看。不完美的守护。家人和老师的形象在他们的故事中并不完美，却足够真诚。父母的唠叨，老师的严厉，都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。那些不善言辞的大人们，其实是在为孩子们搭建一条安全的河岸，让他们可以在情感的水域里放心试探。细节的真实感。校服的布料略硬，雨后的跑道会粘住鞋底，
黑板擦拍在手心会留下粉末的痕迹。这些小细节让故事里的青春变得可触可感，而不是被美化后的虚幻背景。眼神的力量，赵今麦的眼睛能说话，能让人感受到少女的防备与柔软。张凌赫的目光深藏克制，却在某个瞬间透出炽热。这种交流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让人沉醉。成长的甜，甜不是单纯的暧昧和依赖，而是一起成长。他们在彼此身边学会了更好的表达，学会了尊重和界限。这种甜有温度也有营养，像一颗能让人慢慢变好的维生素。从他们的故事到我们的答案，看完他们的故事，你可能会问自己，如果当年我更勇敢，会不会少错过一次？但更重要的是，此刻起，你是否还能保持那份真诚和勇气，把温柔分给值得的人？叙事的节奏感，故事不急不躁，像一首慢慢流淌的歌，每一次伏笔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被温柔兑现。这种节奏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深处。时代的底色，90年代不仅仅是背景，它是故事的另一位主角。那个年代的空气、街道、灯光都让情感更纯粹，也让青春的甜更持久。温柔的能力，温柔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学来的。当我们学会在表达中保留分寸，在喜欢里放进尊重，就会发现世界会以同样的温柔回馈我们。值得一追的理由，它好看不是因为糖分高，而是因为它真实、体面、细腻。它让人相信青春的美好是由无数细小而真诚的瞬间堆积起来的。如何更甜的看甜？带着和解去看，和过去的自己和解，和别人的选择和解。这样甜会更耐嚼，泪会更有来处，笑也会更像礼物。把椅子扶正，青春总会有失衡的时刻，但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有能力把那张椅子扶正。愿你在这部故事里看见跌倒的自己，也看见重新站起来的自己。愿你带着那束光走向明天。感谢与互动，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这些文字让你想起了某段青春，请为这篇分享点个赞，并转发给同样珍惜青春故事的朋友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难忘的一次失衡是什么？你曾经在校园里做过最傻气但最珍贵的事是什么？你心中的甜而不腻是什么样的？你的分享也许会成为别人青春里的一束光。